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不是去看你妈了吗？你们两个还要不要脸？你自己留不住男人，还能怪我吗？你给我滚！后会有期了。陈强，安东轩，你自从辞了那份工作，整天写那些没人看的东西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你难道还有底气让我滚？当初明明是你支持我辞职创业的，你忘了吗？还有我的那些钱，不是都拿给你去投资了吗？你还给我！你跟我谈梦想，你连饭都吃不起，谈什么梦想？安东轩，当初是你自己把钱给我的，那叫自愿赠与。要不是我可怜你，你连房租都交不上。你给我滚！陆轩，这些钱你先拿着应急吧。你租的公寓不是空出来一个房吗？我上网给你发招聘信息，给你招合租人吧。苏总，都安排好了。很好。美女，一个人住多不安全的，以后咱俩住一起，我保护你啊。妹子，我是干内行的，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带不同的男人回来，你别介意哈。喂，刘哥，姑娘，我看你这房子也不咋地儿啊，我带着我的儿子、儿媳、孙子，还有那个快咽气的老头子，就勉强挤一挤你这个小房间，你看还能不能给我再优惠500块钱？不行。你看什么看啊？哦，抱歉啊，是你这出场方式太过惊艳，我一时没忍住。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放心啊，我可是正人君子，
是你自己洗完澡不穿衣服，就这么毫无防备走出来的。你还有理了？这是我家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倒是你，进大门怎么不敲门啊？安小姐莫不是忘了，我已经租了这里，也算是半个主人。主人回家还需要敲门吗？我只是提醒你要注意安全，毕竟我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。为了租金，我忍。谢谢。都过去了，今天是你生日啊。
对不起啊，我喝多了。我们都喝多了。我扶你。哦，不用，哎。糟了，昨晚我都看了些什么？陆轩，这么着急，去哪？昨晚我们都喝多了，那就是个意外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陆轩，你是不打算对我负责？什么负责不负责任的？这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但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了。不对，这是我房间，你立马给我出去！赶快！哎，诺轩，来看电影啊？没兴趣。看来得找外援才行。苏总，陈氏集团的合同需要您签字。刘树，诺轩那边需要你帮忙。这个苏总是让安诺轩哪方面迷倒了？难道是那方面？刘树。好。好的，苏总。不过我很好奇，您为什么对诺轩那么执着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那您想我怎么帮您？同学，喝杯茶吧。谢谢。同学，你男朋友啊？别胡说八道，他只是我的室友。你俩到底怎么回事？刘硕，你知道的，我刚失恋，还不想随随便便开启一段感情。他只是我的合租室友。只是合租室友？你俩之间的氛围可不像这么简单啊！你们是不是睡了？难道他不行？什么行不行的？这顶多只算是一夜的关系。再说了，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脸红了？是不是口是心非？我没有。你看男人眼光不行，我就很准，我看他就挺不错的。你要是不要，我可下手了啊！你想要你就拿去。你可别犯傻，他真是个不错的男人，你不能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！刘树，我总觉得他不太对劲，要不你帮我查一下他吧。行。喂？什么？我妈摔倒入院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妈，你
没事吧？好孩子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啊。阿姨，您好好养病，医药费我已经付过了，不用担心钱的问题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刘星啊，这是你新男朋友啊？啊，长得这么帅气，人还这么好。阿姨，轩轩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您就安心养病，其他不用担心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就是普通朋友。哦，是这样的。不过啊，这个小伙子真不错。妈，您就别乱操心了，安心养病吧。有些事啊，就别乱操心。哎呀，阿姨，我就先不打扰了，你们母女俩好好聊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不再相信男人了，还没走出情伤呢。但我倒是嗅到了一丝希望，不过……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是苏总，感觉他对您那方面倒是挺满意的，就看你先出本机让他沦陷了。苏子乔，我的零食呢？轩轩，我看家里死气沉沉的，就买了些花，喜欢吗？你又搞什么幺蛾子？我不要花，我要我的零食。你那些都是垃圾食品，我收起来了。我有低血糖，我要吃东西。你把我零食藏哪儿了？低血糖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去给你拿。轩轩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吃东西，你别管。你现在低血糖很危险，先吃2口东西，我再陪你一起去。苏子乔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说了不需要你陪。不行，万一你路上晕倒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不去了还不行吗？你别再烦我。
那就开始吧。我究竟在做什么？算了，还是尽快结束这一切吧，就当是一场梦。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想我了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我突然有点事儿出差了，几天后回来，下次再约，下次再约。什么下次再约？显得我很上赶子似的。陆璇，他这才几天没回，你就魂不守舍的，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？那肯定不可能。对了，刘硕，我之前让你帮我调查的事，你查的结果怎么样了？没有，可能我的能力还不是那么出众吧。好吧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我之前辞工前还是有些人脉的。说真的，你之前工作能力那么强，为了写作放弃高薪工作，我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惜的。你要是还在之前的岗位，现在肯定混得风生水起的。都是我自己选的路，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？哟，我回来了。这不我们大忙人嘛。那我就先走啦，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啦。想我了？那个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觉得要不我们还是做朋友吧，这样相处的自在些，你也不用搬走了。可是呢，我不缺朋友。那你还是搬走吧。别忘了，之前说好了，还差一吻呢。那就今晚。你是想今天晚上就把这事了结啊？今晚没心情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萱萱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后悔跟你分手了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别嚷嚷，你先进来。求求你救救我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你先起来。
滚！你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那我告诉你，就算今天赶走我了，我还是会来的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别想过好日子。站住！你要多少？30万。拿着钱赶紧消失！你如果再出现，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说到做到。好，好。轩轩，是他给我准备的吗？苏子乔，你总是不肯见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苏子乔，你在这里藏了一个女人，是不是？秦轩，你别嚷嚷。轩轩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但我跟他确实没有感情，也没有关系。苏子乔，我相不相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有婚约的人。可是我不想要这个婚约。轩轩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怎么帮啊？
苏子乔，人家肚子都饿了，你给我做可乐鸡翅吃吧。宝贝，那我们一起吧。我帮你吧。嗯，帮你吧，宝贝。你在我身边，我都没心思做菜了。那你想干什么？你可不许偷懒啊！苏子乔，你俩把我当空气呢！华清轩，是你非要留下来的，可没人强迫你。我给你做吃。嗯。当当当当！哇！来啊！啊！你们恶不恶心啊？他怎么还不走啊？看来要再上点猛料了。你做事做的太过分了。宝贝，别动，手。别闹！你们太过分了！苏子乔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安诺雪，你也别太得意，你不过是苏子乔无数女人当中的其中一个罢了。好了，他走了，你的目的也达到了。苏子乔，我们两清了。喂，你回国了？嗯，明天见。轩轩，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吗？诺轩，我在国外这几年可真是想死你们了。吃薯片吧。子乔，赫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公司就在附近，我为了方便就搬过来了。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？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？诺轩，这是我表弟苏子乔，没想到他居然跟你住一块儿。你们俩是亲戚啊？是啊。哎，对了，子乔，最近华清泉一直在找你，所以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哎，赫然，多吃点水果，长长脑子。赫然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被劫走的事吗？记得那时候你失踪的时候，全家都快急疯了。在被劫走一段时间后，我跑了，一个人在大街上又饿又累，几乎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是诺轩救了我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再也忘不了他。原来你和诺轩还有这样的渊源啊！所以策划这场合租，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他。那他完全不记得你了吗？对，赫然，这件事我只跟你说过，你要替我保守秘密。没问题，88万封口费。你在国外学的是打劫吗？
苏少，你是不是早就想睡我很久了？萱萱，苏总，我和他谈过了，他现在就笃定您是位花花公子了。网上的假新闻，你想办法处理掉。是，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你说，距离会不会产生美？走了更好，花花公子不值得本小姐动心。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现在没有了苏子乔的房租，你该怎么办？我可能要放弃享受松竹了，得先解决生计问题，不然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助理的，我叫安诺轩。怎么会是他？我怎么能在他手下工作？等一下，安诺轩，你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工作机会，就这么放弃了吗？苏子乔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是故意的是吧？让我来公司面试你的助理。你误会了，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招聘。我从来没有干预过这次面试，你的资料我也是刚刚才看到。你没有骗我？我不骗你，我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拿工作开玩笑，你可不要自作多情。不过啊，你的能力我是认可的。试用期过后，你的工资会提高3倍，而且我保证，我们只会是纯粹的工作关系。你自己考虑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来，只谈工作，不谈感情。对了，刘树呢？他是不是在你手底下工作很久了？他出差了，你去人事部交接一下，明天就过来上班。刘树，真有你的。就这样把我卖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苏总，你之前接近我
到底是？刚才我们约定好，只谈工作，不谈其他。你的问题，违约了。若璇，我来帮你吧。谢谢啊。安朵璇，今晚有个应酬，你去准备一下。韩小姐不仅业务能力强，人还长得那么漂亮，我真是羡慕苏总啊！您过奖了，张总您手底下也是人才济济啊。来，为了这次合作，大家干一杯！干杯！不醉不归哦。好。韩小姐，为了你们这个项目，我可是下了血本啊！今晚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喝上几杯啊？哎，张总，我陪你喝。好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诺轩，你可太厉害了！听说昨天那个100亿订单签了，你立了大功劳，恭喜恭喜！过奖了，那都是苏总的功劳。子乔，恭喜你啊！昨天的100亿订单可让家里人对你刮目。后来我父母终于找到我，把我带走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道谢就分开了。后来的10几年，我一直在找他，但他搬家了，从此失去联系。去年我找到他后，经过一番调查，就将她闺蜜挖到我公司。你怎么不以正常的身份去追求他，反而这么大费周章？他是一位作家，常年闭门不出，要接近他，和他合租才是最自然的方式。但是你现在有婚约在身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苏家和华家联姻的态度坚决，我怕他们会找轩轩的麻烦，所以现在我还是先收起对他的感情吧，等我解决了婚约再说。只是你也别让诺轩等太久，不然误会可能会越来越深的。请进。赫然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惊喜吗？像中了彩票一样惊喜。诺轩，听说你这次表现不错，当年在班级里时我就超佩服你。还是得感谢苏总给我这个机会啊。刚刚张总私下里给我提了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他让我今晚陪他喝酒，一个人去。诺轩，他明显不怀好意，你不许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安小姐，我可是给你送去了上百亿的业绩啊！你说，你该怎么感谢我啊？张总，我敬你一杯，感谢您信任我们，这个项目的收益一定让你满意。苏少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吧？我给你们上百亿的订单，你的助理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信不信我现在就解约？张总，
这次的项目是我们双方互利共赢的。您有什么疑问，您可以来找我洽谈，我一定尽全力帮您解决。但如果您现在解约的话，传出去，影响的是您的声誉。张总，这次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可估量，如果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取消合作，那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损失。您觉得呢？苏少，安小姐，你们说的对，刚刚是我太冲动了。来，希望明天我们顺利签约。哎，慢点儿。你先坐下。这张总可真够难缠的，一把年纪了，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萱萱，委屈你了。唉，工作，况且不是还有你在吗？那，萱萱，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？咱们不是说好了，工作的时候不谈感情。这现在也不是工作时间啊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你不否认，我就当你是默认。苏子乔，你别想了，我是不可能再和你上床的。谁说要和你上床？其实呢，是怕再次沦陷吧。苏子乔，快醒醒，都9点了。和张总约的9点半签约，现在出门还来得及。哎，我先过去拿，你慢慢来啊。那个安诺轩，今天晚上你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不好意思啊，小杨，我今晚要和男朋友一起吃饭。男朋友？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哎？苏总，小杨，上次那个方案改好了吗？我这就去改。合同签好了吗？萱萱，谁是你男朋友？你猜？我不猜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男朋友，你也不能再聊其他男人。喂，诺轩，我回来了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
苏总是我老板，他人不错，所以不用说了，你叫贺然一起过来，我有事找你们商量。你们说现你当做他们的筹码，算什么家人？今天啊，我们两家聚在一起呢，就是要定下子乔和清炫的婚事。清炫这孩子啊，打小我就喜欢，她要是嫁进我们家来呀，我一定把她当成我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苏夫人，我们华家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。哎，子乔呢？哎，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应该是子乔来了。华清雪，你怎么可以跟别的男人订婚呢？清雪，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我可是你男人。今天跟我走，好不好？你做梦！你当初跟别的男人在外面鬼混，我都忍了。可是你说过只会嫁给我。你别胡说八道！你赶紧滚！我胡说八道，今天我就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。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华清雪，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我们苏家是绝对不会要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。不是真的，伯母，这不是真的。各位，我们两家的婚约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和安若轩是真心相爱的，请各位成全。苏夫人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今天就是你们苏家设下的鸿门宴。你们今天可是演了一场好戏呀！咱们走着瞧。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华清雪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说，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策划的？
你为了嫁进我们苏家不择手段，好心机呀！哼，姨母，刘杰是我找过来的。原来你是被绿了，要不然我们做个交易吧。什么交易？我要你在苏华两家的订婚宴上说出华清玄劈腿的事实。这是定金。我只想让他告发华清玄劈腿，只是没想到他手里有这么多猛料。赵烈呀，你们这下呀可把华家给得罪狠了。阿姨，我知道您看不上我，我也不是非要嫁进苏家。我明白您对家族的考量，可是华清炫他朝三暮四，并非良配。您是子乔的母亲，您应该为他的幸福考虑啊。你们迟早会栽跟头的。华家竟然在股市上恶意做空我们苏氏的股票，现在供应商也认为我们资金链断裂，不再给我们供货了。子乔，你现在知道任性的后果了吧？你现在去求华清炫向他道歉，这事或许还有可能挽回。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如果你们两个解决不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。毕竟祸是你们闯下来的，你要为苏家的未来负责。陈总，你们停止供货已经严重违约了。考虑到多年合作的份上，你也不想和我们苏家对簿公堂吧？我提议我们坐下来，好好谈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苏少，我不是落井下石，你也考虑我们的难处，我不可能再冒险给你们供货了。陈总，我们现在是遇到了困难，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解决。我们已经找到华家散布谣言的证据，只要舆论传播出去，股市很快就会回升。我们关心的是你们苏氏的资金链，如果现金流都不健康，那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供货了，除非你们找到有资格的担保。陈总，我是贺氏财团的唯一继承人，够不够资格为苏氏担保？够的，够的。贺小姐，久仰久仰。苏少、安小姐，你们今天主动约我，有什么事直说吧。张总，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是希望您能将100亿项目的余款提前转来。提前转款？你们苏氏危机四伏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有能力交付？张总，提前转款对您也有好处，毕竟您前期已经投入了一半，如果项目因为资金短缺而停滞的话，那您前期的投资不也就打水漂了吗？提前转款也不是没得商量，但是我有条件，要么让华家作梗这个事情解决掉，把苏氏的股价稳定下来，要么嘛，让安小姐过来陪我一晚。只要满足一个条件，这个款我可以提前转。张松本，别太过分了！苏少，我可没有强迫任何人。好，张总，我可以同意您的条件。诺轩，你疯了吗？安小姐果然识时务啊！只要你们履行承诺，我说到做到，马上给你转款。张松本，诺轩，你今天是疯了吗？那些条件就是想故意羞辱我们，你怎么能同意啊？紧张我了，我没有说要牺牲自己，
我们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。你是说稳定股份？画家这次下了血本搞我们，这谈何容易？所以，我们只剩下一条路了，那就是狙击画家。子乔，可能要委屈你一下，去找一下华清轩。为了苏轼，也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我们必须要试试。怎么，苏子乔，你们想通了，要来求我了？这些都是你们画家操控股市的证据。如果你不配合我们，我们就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，让你们画家身败名裂。哼，你们这就想威胁到我？如果告画家周期太长，到时候苏轼早就完了。清轩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求你念在旧情的份上，不要赶尽杀绝。哼，旧情，你别拿旧情来压我。那天你们串通刘杰诋毁我的时候，怎么就不念旧情呢？那不是我们的本意，都是那刘杰自作主张。够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华清轩，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很多股民的不满。如果这些证据曝光，画家会身败名裂，你也会受到牵连，到时候面临的可是牢狱之灾。华清轩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刘杰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清轩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但是你不珍惜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清轩，清轩，快点救护车！快点救护车！喂，呀，里面有人被捅了！
阿姨，没想到您会来，真是太让人意外了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有事想跟你说。阿姨，您说吧。华清炫跟我说了那天在他家发生的事儿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子乔，所以呢，当时才会不顾自身安危。再加上啊，你也怀了身孕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看一下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把婚礼给办了。真的吗，阿姨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不过呢，你必须要学会家规礼仪，以后出席各种场合，不能丢我们苏家的脸。没问题的，阿姨，您就放心吧。还叫我阿姨呢？妈。刘叔，怎么样？住的还习惯吗？哎呀，要不是你住进豪宅，我都没有机会租下你这套爱情公寓呢。瞧瞧这小家伙，又长大了不少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小宝贝，有没有想阿姨呀？看他爸妈这基因，长大之后不得迷死万千少女。喂，主编，您说。安东轩啊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你在我们平台签约的那个小说就要拍成电视剧了。主编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没跟你开玩笑，是真的。恭喜你啊，安东轩！谢谢主编。大家，我的小说要拍成电视剧了。哇，诺轩太棒了！你这么有才华，我就知道你定行的。诺轩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大火的。轩轩，恭喜你啊，梦想终于实现了。